我和几个朋友出海钓鱼，遇上了暴风雨，被困在海上。等到船回港的时候，整条船29个人，活在船上的只剩下4个。所有人的手上都沾了血。我叫刘阿强，那个时候我刚刚20出头，不过也是个老海员了。10几岁勉强上完初中，这家里就供不起我了，想让我出去打工养活自己。可是我一没学历，二没熟人，就听说呀，那出海能赚大钱，就跟着别人上船钓鱿鱼。这一干就是6年，吃过发臭的鱼虾，喝过发酸的鱼水，经历过能把整条船掀翻的大浪。但是最终让我畏惧那片黑乎乎的海水，不敢再踏上船的，却是那些和我同吃同住同捕鱼的人。整条船29人，活在船上的就剩下4个。那是3年前，出发没多久就出了件事儿，预示着这次很不太平。船长罗成杀了公鸡，烧了香，往海里扔了饺子，祭奠海龙王，鸣了笛。刚刚离开码头没多远，这船上的严厨师就窜到甲板上，他喊着船上有鬼，疯疯癫癫的就要让船往回开，说自己是打死也不坐这条船出海。像这种远洋钓鱿鱼的船，人员都是不固定的，除了船长和几个管理层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出海前临时招募，彼此间多不认识。大家也不知道这姓严的家伙有没有什么毛病，就知道啊，这上船之前他喝得醉醺醺的，是被人架着来的，到了船上倒头就睡，现在才起来，还是一身臭烘烘的酒气。船长骂了几句，让他别闹。这严厨师不再大吵大闹，却变成了哭。这个人很不吉利，船长就狠狠地抽了他几巴掌，说这船一旦起航，回头可是大忌，再闹就要把他扔进海里，有本事自个儿游回去。这个时候啊，是12月，海水已经很冰了。现在虽然刚起航，那人肯定是游不回去了，闹不好还没回到一半就会被冻死在海中。但这姓严的厨师竟然铁了心了，他翻过船舷就往海里跳。严厨师的游泳水平比我想的差太远了，那没游多远又被浪给推了回来。没多大会儿，这就坚持不住了，大呼救命。幸亏这船的速度还没起来，船长看了一会儿，这才让人把他重新给捞上来，怕他再犯神经病，把他绑了个严严实实，扔在床铺上。这厨师在船上那可是相当重要的岗位，船长就怕严厨师坏了事儿，想找个人看着他。一个戴眼镜的瘦弱年轻人自告奋勇，愿意给严厨师打下手，顺便看着他别再发疯犯病了。这个年轻人叫黄小小，他竟然是个大学生。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一个大学生怎么会上这船呢？当海员那可是一项苦差事啊，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出远洋钓鱿鱼的，一个来回就得2年左右，大部分时间里手机也都没有信号，枯燥无聊得很，有空了只能发呆喝酒吹牛逼。我就估计啊，这也是被什么高工资给骗来的。但听说他很勤快，这严厨师大部分的活都被他给干了，做的饭菜也不错，船上就那么几样东西，还能被他整出点花样来。而大家逐渐熟悉之后，他知道我也是老海员了，就经常来找我聊天，
我也乐于给他讲这些年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一天，他又来找我，给同舱室的其他几个人散了一圈烟，又将一颗送到我的嘴上，小心翼翼地问：你觉不觉得这严厨师那人藏着什么事儿啊？那大家都记得呀，他刚出海闹过那么一出，就笑起来，说那不就是个神经病吗？黄小小却眨眨眼睛：嘿，那可说不定啊。他神秘兮兮的样子引起了我的好奇。黄小小看了看外面，又把头伸过来一些：喂，那老严以前在这船上干过活儿，他说啊，这船上死过人。虽然这不是好消息，却也不是什么让人震惊的事儿。出海本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运气不好，整条船被大浪掀翻也是有的，掉到海里死个人就更加常见了。黄小小见我们失望，马上又跟了一句：不是，那人是被杀的，一刀一刀给捅死的，然后扔进海里。不是，谁跟你说的呀？这是严厨师亲口说的呀。嗨，这是有一天晚上我跟他喝酒，他喝多了，就不住地说自个儿怎么又来这船上了，都怪自己这张嘴，喝醉了就乱答应人，跟着何大勇上了船，这才知道是这条鬼船，逃也逃不掉了，说不定这次得把命给搭上。但是更多的呀，黄小小也没问出来，就连最初大喊有鬼的事儿，那严厨师也是咬定了自己是喝醉了酒，眼花了，脑子糊涂了。黄小小讲的是个没头没尾的事儿，我们也是半信半疑，可是也觉得挺膈应的。这出门撒尿都得回头好几次，总感觉像是有人跟着一样。这次要开2个多月，这才能到目的地。路上闲极无聊，像这种神神鬼鬼的事儿最刺激人了。很快在船上就私下里传开了，大家边传还边吐唾沫。在海上讨生活，那是很有讲究的，机会很多。要是发生过命案的船，那是非常不吉利的。而不吉利的事，往往接二连三。在一个风浪挺大的晚上过后，二富失踪了。二富这是一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身材魁梧得很，性格也很是粗鲁莽撞。作为在这条船上干了很多年的资深二副，他还时不时的会在进出舱室的时候撞到门框子，然后就会随便找一个人的晦气。就是这么一个人，突然间就没了踪影。船长罗成立很生气，派人把整艘船搜了一个遍，翻出很多人暗暗夹带的私货，其中有成箱成箱的香烟。但就算连毛链仓和鸭仔仓等犄角旮旯都翻了一遍，也没找到那硕大无比的二副。这就只有一个答案了，这二副是掉到海里了。可是这又让人奇怪了，外边狂风巨浪的，二副又不是傻小子，不仅不是，还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船员，为啥会冒着生命危险跑到甲板上去呢？二副的反常举动大家还没想明白，轮机长又差点出事儿。一天晚上，我们正睡得迷迷瞪瞪的，外面有人嗷的一嗓子，把人给惊醒。我们就跑到甲板上，就看见轮机长正一脸惊恐，捂着胸口四处的瞅，不住的嘟囔着：见鬼了，见鬼了。这其他人围上来，叽叽喳喳的乱成一片。我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原来啊，轮机长值班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黑影，他追出来之后竟然被那人迎着面
拿着刀砍了过来。轮机长吓得大叫了一声，本能的一缩身子，对方的刀就砍空了。见没成功，那人就往阴影里跑。轮机长见有人跑出来，壮了壮胆儿，就去追那人。结果呢，就听到有人跳海的声音。可是轮机长为什么嘟囔见鬼了呢？船长罗成立黑着脸，立刻让所有人都起来清点人数。结果发现除了失踪的二副，所有人都在。轮机长又对船长说：我没说错吧？就是他。这船上闹鬼了，你要不谁敢在这深更半夜里跳海呀？船长听完立刻甩了轮机长一巴掌：再他妈胡说，我他妈呼烂你的嘴！这说着呢，他就连拉带拽的把轮机长拽到自个儿房间里，而大副也是咒骂着把其他人赶回房间，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我们的房间里挤着4个人，错落4个小格子，那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这就连我们自己都说，这玩意儿跟他妈的棺材差不多，这要真出事儿了，倒是省了棺材钱了。这事儿一出，大家也是睡不着了。下面徐冠军敲了敲我的床板，伸头问我：你说咱这船上不会真的闹鬼吧？我还没回答，斜对面的老李就哼了一声，说闹哪门子鬼呀？这就是罗成立那老小子在演戏吓唬咱们。徐冠军忙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老李又哼了一声，说这估摸着时间马上就到钓鱿鱼的地方了，之前忽悠大家上船的假合同该露馅了，他们演戏立威呢。你看吧，明儿啊说不定就找出谁来，把屎盆子往他头上一扣，揍一顿，说不定还会拴个绳子拽在海里拖一会儿。听到这话呀，可是把徐冠军给弄得愣住了。他忙问：不是，这假合同是咋回事啊？你是怎么上船的呀？中介介绍的啊。那中介怎么说的？1年6万加提成，说1年赚个10几20万都行。你看合同了吗？哎呦，这密密麻麻那么多字儿呢。中介说是制式合同，不骗人的。我也留了个心眼儿，我看见上边有1年6万的字儿。哎呀，你被人骗了。这合同啊，一定写的是1年6万或提成。这有啥不一样吗？有啥不一样？也就是说啊，你顶多拿6万，还得符合他合同上密密麻麻的要求，一条不合规了就扣一部分。还有，你这吃的饭、睡的铺都得掏钱儿。你要是拿提成就没这6万。我靠，那提成咋算啊？还不知道呢。不过啊，像这种私人的破渔船，累死累活，一个月也就是2、3千块钱。这不是骗人吗？我拿那6万不干活了。不干活呀？想的倒是美啊！不服从管理，就能把你那钱扣个差不多。再说了，人家不一定扣你钱，揍你几顿，你就得求着人家干活。这都没了王法了。有什么王法呀？这可是在太平洋上，你上哪儿说理去？人家愿意给你演戏，就是吓唬吓唬你，说明还没想撕破脸皮儿把这事儿做绝。你得谢天谢地呢。那你知道是这样，你为啥也上船啊？我是躲债呗。
这徐冠军一时语塞，他又问我：“喂，那你不是干过好多年了，你为啥还来啊？”好，我是没有其他的门路啊。这我也是实话实说。老实说呀，人家说不定能赏你1个月几千块钱。再说了，这回来路上还能躺上几个月。我也就能干点这样的活了。这时徐冠军不说话了。第二天，船长罗成立果然派人把严厨师连推带搡的拽进一间小屋。出来的时候，严厨师头破血流，满脸的血污，身上的衣服也是被扯得破破烂烂。他哆哆嗦嗦的，也不搭理其他人，扶着墙，两眼发直，一步一步追回自己的船舱，关上门。不一会儿就听到呜呜的哭声。然后船长就派大副传下话来，说这严厨师和轮机长有矛盾，喝多了酒，酒壮怂人胆。他掂着菜刀找轮机长的晦气。这船上没什么鬼，大家老老实实的听话干活，谁要是再不听使唤，故意找茬，就跟这严厨师一个下场。而现在呢，严厨师也不再是严厨师了，他的职位被黄小小完全顶替，他也从严厨师变成了严杂工。厨师在船上虽说不是什么大官，但是很有权势，那决定着吃什么，更决定着东西好不好吃，这是大家巴结的对象。可是现在呢，没几个人恭喜黄小小，甚至都没几个人再去关心失踪的儿妇，也没人追问这是不是和严厨师有着什么关系，因为那是别人的事儿，自己的事儿已经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老李的预测成了真，他关于假合同的说法也迅速在各个舱室之间流传。很多人过来探听消息，就找这老李，或者找我这个干了好几年的老海员。完全掌握厨房的黄小小也主动请老李过去喝酒，不过我们也不敢多事儿啊，对于大家的询问多是沉默以对。但是不说话一般代表着默认，来的人大多是一脸阴郁的离开。跟黄小小喝了一顿酒的老李又悄悄带来让人更加不安的消息，说这船长罗成立已经偷偷的安排下来，让黄小小控制好做饭的量，以后准备好几个档次的饭食。说快到钓场了，以后就按钓鱿鱼的数量决定吃饭的档次，那钓的少的可能都没饭吃。出工不出力就得挨饿。这么一来，大家磨洋工混保底工资的做法又被掐死了。目的地很快就到了，大家忐忑地等待着，就想看看最终的情况。其实大家都抱着一丝幻想，希望这老李猜测的就是他瞎胡说。开钓第一天，船上就实行了分餐制，一天钓300斤以上的能跟船长等管理层一样大鱼大肉，还有成根的绿色蔬菜和水果。钓不到150斤的就是一碗白米饭，撒点臭烘烘的虾酱拌着吃。钓鱿鱼这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这玩意儿喜欢光。船上两侧装着2排强光灯泡，照在海面上，鱿鱼就成群结队的往上涌。钓钩上面也没有饵料，有发光的塑料引诱着鱿鱼往上缠。可是这鱿鱼它也贼精啊，不是活物它根本就不缠，所以就要不断的上下活动着钓钩。所以说吃不饱饭，很可能就没有体力继续干活，那到第二天可能又不能达标，所以只能整夜的玩命的干。2个星期之后，大家适应了这种工作强度，开始有时间统计自己的产量。
结果就发现最多的一个人也不过掉了7000来斤，这样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是13000-4000斤。按照1斤3毛钱的提成标准，这一个月也就4000来块钱。那要是这样，之前说的保底工资就相当重要了。但究竟是保底加提成还是怎么，大家一直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大家的疑问也是越聚越多，逐渐就积累成抱怨，开始寻找宣泄的出口。很多人就想找船长问清楚，但这船长说一不二，有凶狠的样子，让大家都很是害怕，谁也不敢当这出头鸟，畏畏缩缩的不敢行动。终于挑头的人站了出来，是一个叫做钟平贵的汉子。他和他的4个同乡一同上船，可能是觉得有自己的同乡做后盾，他比别人的胆子要大上不少。趁着白天休息的档口，就找到船长罗成立。钟平贵从船长室里出来的时候，两眼通红，这鼻子里呼出来的气儿就跟电风扇吹的一样。大家也很快知道确切的答案。船长很明确地说，这船上不存在什么旱涝保收的固定工资，免费供吃供喝供睡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船员就是按照每斤3毛钱给大家算钱，调满一船转给海上的收购船，给大伙儿结一次账。这一消息让大家都炸毛了，大家基本上知道自个儿一个月能调多少钱了。几年不挨家跑到大洋深处累死累活一个月，才能赚上3-4千块钱，再把往返的时间一平摊，这一个月都拿不到2000块。这他妈还有更气人的。船长说，咱们这帮人大部分都没有船员证，说好听点叫做非法劳工，说难听了可以算作偷渡的嫌疑犯的，就是让咱们走，咱们在这茫茫大海上也是无处可去啊。他奶奶的，这罗成立是吃定咱们了。这怎么办啊？有些人打掉了牙咽在肚子里，自认倒霉，有些人却不愿意这样。钟平贵就不愿意善罢甘休，他偷偷的串联了6-7个情绪比较激动的船员，在3天之后，趁着船长罗成立拉肚子反复去厕所的档口，就袭击了他，用刀架在他脖子上，掌控了驾驶室，还一股脑把那大副、轮机长、大轮管等船上的几个管理层都捆了个结结实实，扔在驾驶室里。钟平贵跟罗成立谈判，要求按照中介承诺的那样，以固定工资加提成的方式给大家结算，提成的标准也是得提高。罗成立这个时候气势还很盛，说这一切都是公司规定的，那是中介骗你们，你们找中介要钱去啊！我这船上就是这规矩，还限定时间让把他给放了，各自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干活，否则他一上报就是劫掠船只罪，那可是重罪啊！钟平贵叫来高材生黄小小，就问他这劫掠船只罪大概是多重的罪呢？黄小小嘀咕了半天，不愿意说，被逼得急了，这才勉强地说大概跟杀人差不多，还很害怕地替船长求情，说咱吃点亏就吃点亏吧，那不就是2年吗？总比犯了重罪蹲大牢要好啊！给罗船长道个歉，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钟平贵一听黄小小这建议，顿时发了狠，说老子为兄弟们拼命折腾这一回，那可不是为了给他罗成立舔定钩子的，就拿出菜刀一下就剁掉罗成立的一根手指头。那罗成立是嗷的一声惊天动地，
握着自己的手在地上翻腾打滚，被钟平贵吼了2声，终于是服了软，咬着牙也不敢喊疼，不停地拿头撞着柜子。这时外边还有2个船长的亲信，觉得这时候是显示自个儿英雄的时候，也没搞清楚里边的局面，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有几个人，就听说这船长跟人打架呢，现在拨开看热闹的人就往这船长室里冲。外边守着的是钟平贵的几个弟兄，看见不自量力的2人围上来就是一顿的猛揍，直打得七窍流血，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才作罢。驾驶室的事儿很快就被人添油加醋的传了出来，驾驶室外钟平贵兄弟揍人的狠劲儿，大家是亲眼看见。凭着这一手，钟平贵就取代了罗成立，成为这艘船新的控制者。钟平贵跟大家说现在这船的鱿鱼又快装满了，咱们把这货卖给收购船，钱到手大家一分，这就回国。有人欢喜雀跃，也有人害怕，私底下就说这不是变成劫船抢货了吗？老李就不屑一顾，他说这骗人的是罗成立，抢船的是钟平贵，咱管谁当家呢？干活拿钱天经地义，谁也说不了啥。可当天晚上又出事儿了，船长那2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亲信，被人用钓鱿鱼的铁坠子砸死在房间里，脸上是血肉模糊。发现这事儿的是给他俩送饭的黄小小，这2人被打得走不动道了，就被扔在房间的铺位上，也没人管他们，他们自己也起不了身去吃饭。黄小小怕这2人出事儿，就盛了点剩饭给他俩送过去，就发现2人已经是没救了。已经是杂工的严厨师就嘟囔着说这船上就是有鬼，但是很多人都怀疑这事儿就是钟平贵干的。老李就分析说这钟平贵看起来比船长罗成立还狠，罗成立就是演戏，可是这钟平贵可是真的杀人。他知道和自己关系铁的人其实没几个，怕船长他们再翻过身来，就先下手为强，除掉2个，还预测说弄不好还得死人。死人的事情让船上的气氛又变得极其压抑，甚至有些人开始觉得船长罗成立挺好的，至少没出过人命这么大的事儿而钟平贵他也没有默认这事儿是自个儿做的，他让人把这2人所在的房间锁好，并传下话来，让杀人的人自个儿站出来，要是被他找出来，可能比死都得遭罪。但就在他说这话没多久，自己就亲手把大副给扔进海里。这开船不难，但是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船上能正确发出各种指令的也就是船长、大副、二副3个人。以前他们是3班倒轮班，现在钟平贵对船长不放心，就让大副负责行船，自己在旁边监视。这一直盯着十分的困倦，就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发现大副一边瞄他，一边偷偷的做着奇怪的操作。他猛然惊醒，而大副却慌忙的停止一切。钟平贵就责问大副，大副却一直辩解自个儿什么都没干钟平贵又喊来黄小小，而黄小小在驾驶室里就翻出厚厚的操作手册，按照钟平贵回忆的点点滴滴，推测说大副可能是在发 SOS 求救信号。大副叫着说自个儿冤枉，而叫喊声也引来更多的人围观，都在看这钟平贵要怎么处理。钟平贵的处理也很简单，他将大副拖到船舷边，喊着这他妈是你逼我的，就将这大副扔进大海。
这是钟平贵当着全船所有人的面公开杀人。他掀翻了压在大家头上的大山，然后立马就变成更大更沉的山。现在这所有人头都不敢抬了，只是希望这钟平贵别做出更过分的事儿。5天之后，我们和收购船碰了面。钟平贵和他的一个心腹伙计，也就是他那个同乡陈勇，押着船长罗成立一块儿跟收购船去谈价格。后来陈勇带着罗成立回到船上，又叫了另外3个同乡一块儿上了收购船。满船的鱿鱼转运完了要好久，钟平贵这才带着自己的4个同乡抱着2个大兜子回到船上。大家就猜测，这2兜子东西一定就是卖鱿鱼的钱。不论之前发生什么，现在大家都心中满怀着期待，想象着自己躺在床上数票子的情景。可是一连等了几天了，这钟平贵一点也没把钱给大家分的意思。有人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钟平贵的回答是快到国内了再分。这现在正在大海上，那分了你也没地方花去，就剩赌钱了，再闹出乱子可就不好了。这个理由勉强也说得过去，可是夜长梦多呀，大家谁不知道呢？慢慢的就有消息偷偷的传递过来，说这钟平贵之所以在收购船上待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没准备回来。老李关上舱门，按灭了灯，把声音压到最低，说道：这事儿啊，都是从黄小小那儿打听到的。黄小小啊，是听当时跟着钟平贵一块儿去收购船的同乡偷偷漏出来的。说这钟平贵啊，是想卷着钱留在收购船上边，让对方把自己随便烧到秘鲁或者智利的一个港口，但对方不同意呀，这就把他们给赶回来了。这家伙他根本就没准备给大家分钱。大家不愿意相信，问这么隐秘的事儿，那同乡的脑袋有病啊，什么都往外说呀。但这事儿老李也打听过了，说钟平贵那波人也不是铁板一块，钟平贵决定跑，事先也没跟其他的兄弟商量。要是对方真的答应了，其他人这辈子就背井离乡回不了国了。而且钟平贵也没想带着所有兄弟都走，那同乡就抱怨说钟平贵今天能卖其他人，明天也能卖自个儿。老李又预测说这船上太平不了，还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大家不要跟这钟平贵走得太近了。随后发生的事儿就让我们越来越相信老李带来的消息和分析。钟平贵有一天就突然宣布，船就不直接回国了，转往澳大利亚。钟平贵把大副扔到海中，就是逃不掉的杀人罪。他自己不敢回国，想逃跑，这对其他人没什么影响，只是他逃走的时候肯定得把全船人的钱都卷走啊。这大家辛辛苦苦折腾1年，就2手空空带着一身的臭鱼烂虾味儿回家呀。在这个时间里，船上的机器突然出现大批的故障，轮机长和大轮管几乎要住在机轮舱了。看守他们的陈勇2人就嫌下边太过拥挤闷热，蹲在舱门口朝外边抽烟。由于这些天来轮机长他们也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结果呢，偷偷爬上来的轮机长举着一个大号的扳手，悄悄地摸到他们身后。当这扳手砸在陈勇那个同伴的脑袋上后，陈勇才反应过来，他这才连忙的躲闪。就算陈勇已经够机灵了，那沾上白花花的脑浆的扳手也砸在陈勇的肩膀上，几乎就将他的肩膀都给砸塌了。受到偷袭的陈勇也顾不上许多了，他拔出刀就乱戳乱捅，
这小小的空间里，轮机长避无可避，很快身上就被捅出5、6个的血窟窿。杀红了眼的陈勇见大轮管跟着钻出来，一不做二不休，上去一刀就砍断大轮管的半个脖子，那刀直接卡在胫骨里了，费了好大的劲儿，这才重新拔出来。在这几个人互杀的时候，船长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动手。这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机会，偷偷的就塞给了船长一把锋利的铁片。狠下心来扎的话，这玩意儿跟匕首也差不了多少。船长就趁着轮机舱那边突然有人大喊大叫，看守他的人分心想出门查看的时候，从后边用这铁片子戳进那人的脖子里。属于船长这波同时被监视看管的还有2个人，他们就跟约定好了似的，也突然的反抗，动了狠手。只是这手中没有什么武器，没能一招制敌，只能死命地抱着对方，跟对方扭打纠缠在一起。此时这船上顿时乱作一团。钟平贵和陈勇见面之后，又看到身上血淋淋的船长罗成立钻出他的舱门，这立刻就知道他们是约定了，这会儿要作乱。不过船长那一边只剩下3个人，手里就只有一块铁片子，也翻不出什么浪花，就吆喝着自己人要把船长他们赶尽杀绝。不知是不是被鲜血刺激，钟平贵还吆喝着说，兄弟们都沾点血，就算是真正的绑在一起了，共富贵同生死。其他赶过来的船员也是挤在一块儿，就跟看戏一样，看着这2拨人互相的杀戮。而就在钟平贵经过老李身边的时候，老李突然就大喊一声，拿出一根铁棍，从身后一下就敲在钟平贵的脑袋上。这钟平贵被打懵了，回头傻傻的看是谁。老李咬着牙又朝他的额头敲了一下。那钟平贵怒了，挥刀就扎向老李，但是脑袋短时间被连敲2下，已经站立不稳，脚下发软，身子往下边歪，这刀子就插进老李的大腿。老李吃疼也是发了狠，拼了命了，勒住钟平贵的脖子就往下边压，一边还扯着嗓子大喊，兄弟们一块动手啊，这姓钟的要是赢了，咱那钱可就啥都没有了，可就都让他们给带走了。他这拼了命挑头的行动和吆喝，就算是提醒其他人的信号，这其他人也是一拥而上。钟平贵那波人实际上总共才7、8个人，一个被偷袭的轮机长敲死，一个被船长抹了脖子，一个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一直都没露面。这会儿钟平贵又被老李压在身下，现在被围住的只剩4个人而已。陈勇带着那3个人，面对着2倍于自己的围攻，只能凭借手中的2把刀发了疯的左砍右挥，顿时血液四溅，这也激发出所有人的凶性。一番的激斗之后，这狭小的空间里已经被血液浸满。钟平贵被扭断了胳膊，彻底的按住。陈勇和另一个持刀的家伙被乱棍打得奄奄一息，只能趴在地板上一股一股的往外吐着鲜血，眼看就要不行。剩下的2个人手中没有武器，跪地求饶，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绑了起来。之前不知道跑到哪里的同伙就趁乱往外边逃，慌不择路的就想跳海，也被人发现拽了回来。还能动的4个人被五花大绑，被逼着跪在甲板上。船长罗成立蹲在他们面前，拿着一把长刀点着地，你们就是拿这把刀剁了我的手指头，还卖掉我整船的鱼，
现在想卷了钱跑啊，跑之前是不是还想着把我们都给干掉啊？这说着呀，他一刀剁在钟平贵被强行张开的手掌上，4根手指头跳着蹦到一边，落在地上还卷曲了几下。老李的腿被扎伤了，这时被人扶着，看着钟平贵痛呼惨叫。他阻止了船长罗成立的继续泄愤，叫他赶紧动手，把这钟平贵4个人给亲自处理掉。那你处理了这4个人，也算是真的沾了血了，那就算咱们一条战壕的兄弟。把卖鱼的钱一分，你继续当你的船长，我们继续当海员。回国之后再不见面了，这船上的人命也都有钟平贵他们扛着。说着，他叫过黄小小，就问他是不是就是经过他传递的跟船长的协议。黄小小点头，而船长罗成立也是堆起了笑，说绝对没问题。这一次要不是老李你出手，他说不定过几天就得喂鲨鱼了。他毫不犹豫的拿刀就捅向钟平贵。钟平贵这会儿被绑的是严严实实，根本就无法躲闪，就硬生生的被捅了4、5刀，鲜血喷涌，顿时就连嚎叫都嚎不出来。罗成立拖着他到船舷边上，便将钟平贵毫不犹豫地扔到大海中。罗成立向老李展示了自己的成果，却又提出一点要求。我就是决心和大家坐同一条船，生死与共。但是不知道这船上是不是还有人没沾血呀？要真那样，对大家可都不好。万一回头上了岸了，乱说，那大家伙可就白遭罪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盯向黄小小，还有一直往后缩的严处时，其他人的目光则是互相的扫射着，渐渐的朝着我聚拢过来。我就混在人群的外围，却瞬间就感觉无数的利剑向着我身上扎过来。我这就是想在这船上混点辛苦钱，他们的不满跟我无关，他们的冲突也跟我无关，他们就算是杀人也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我终于发现，事情不会永远和我无关。现在没有置身事外的人，只要不是他们的人，那就是他们的敌人，而他们的敌人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死。我跟老李同宿舍这么长时间了，以为彼此之间可能有点情分，但看老李的眼神，我这才知道自己想多了。经常和老李一块喝酒的黄小小应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从别人手下接过一把刀，慢慢的走到钟平贵剩下的3个同伙面前。这3个人也是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不住的磕头求饶，但黄小小还是举起了刀砍了下去。但是他砍向的不是跪在地上的那3个人，而是毫无预兆的看向船长罗成立。罗成立站在一边，正盯着黄小小看呢，距离黄小小不过是1米多远的距离。黄小小的刀砍过来的时候，罗成立没有任何的躲闪空间。他不明白为什么，瞪大了双眼，惊讶地看着黄小小的刀砍进自己的咽喉。砍完人的黄小小就把刀扔在一边，仰着头哈哈大笑起来，就仿佛是疯了一般。那其他人都看呆了，都不明白这黄小小为什么砍了船长罗成立呀。这个看上去很是瘦弱，还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斯斯文文的，是整条船上学历最高的。所有人只是怀疑他敢不敢下手，却从来没想到他下手居然如此的凌厉，而且目标还是船长罗成立。
这老李立刻大喊：“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想让所有人都认为我容不下罗成立，像钟平贵一样把船劫在自个儿手里吗？我他妈这是为了大伙，不是为了自己。”这老李很聪明，在第一时间就替自己洗脱，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解释反而提醒大家，在这条船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的杀戮，大家之间已经完全没了信任。现在他稍加不慎，就有可能重蹈船长和钟平贵的覆辙。我浑身发抖，作为还没有成为他们一员的看客，很可能成为老李立威安定军心的牺牲品。果然，我被推了出来，而黄小小也被绑起来，他没有反抗，把刀扔在一边，任由其他人把自个儿捆了个结结实实。老李把刀捡起来交在我手里，让我把黄小小杀了，算作是我的投名状。让老李陷入危险境地的黄小小必须得死。现在也没人在乎黄小小为什么要杀船长罗成立了，马上杀了他，这才能让大家的心里稍微的平静一些。我哆哆嗦嗦的举起刀，在黄小小面前比划着，我大喊着，鼓了好几次的勇气，也没敢将刀刺进黄小小的胸膛。我哭着把刀扔在一边，哀求让他们饶了我。但不杀人的我就是他们之中的异类，凡是异类就必须得死。我这正哀求呢，就被2个人抓着衣领举了起来，使劲儿地扔了出去。我的身体扎进冰凉的海水中，扑腾半天重新钻出水面。就在这时，上面又有一个人被扔下来，是黄小小。他更惨，扔下来的时候浑身还是被绑着的，身体没入海面之后一直就没见上来。于是我就又潜了下去，把在海中不停挣扎的黄小小给举到水面之上，找到绳结给他解开。这要是再泡一会儿，绳结收解，那谁都没办法了。就在我们折腾的时候，那船已经毫不留情地开走了。我们在茫茫的大海之上，能坚持多长时间？半天，还是1天？但从绳索里挣脱的黄小小，立刻从自己的腰间抽出一个塑料袋，那上边竟然是一个吹气嘴。没有想到他这早就做了准备，竟然在腰里缠着个救生圈呢。救生圈上甚至还拴了一个塑料袋子，里边还有几块饼干和一小瓶水。我们就凭着这些东西在海上漫无目的的漂了3天。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我们不停地说话。他告诉我，自己被扔下来时，他们也把严处士给押了出来，还有2个打架时下手不那么狠的船员，要求他们杀了追随钟平贵的那3个伙计。我就咒骂呀，骂船长罗成立，骂钟平贵，也骂老李。可是最后呢，这黄小小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船上这些事儿啊，其实都是我搞出来的。听到他说这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这会儿的体力已经不允许我做出任何反应。黄小小可能也是意识到自个儿撑不过去了，断断续续的就把来龙去脉说了出来。黄小小作为一个大学生，来到船上那是抱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有备而来。他要报仇，替自己的哥哥报仇。黄小小父母早亡，他从小是被他哥哥一手拉扯大的。实际上他的哥哥也只比他大上5岁。为了不让黄小小挨饿，还能继续上学，黄小小的哥哥12、13岁就四处跑着给人家打工，一直把黄小小送进大学。为了能多赚点钱，黄小小的哥哥经过中介应聘了出海当海员，上的那正是罗成立的这艘船。
可是黄小小的哥哥就再也没有回来。出海大半年，通了2次电话之后，就没了任何的消息。黄小小等到船应该回来的日子，依然没有见到哥哥的身影。又苦熬了2个月，黄小小报了警，找到罗成立这艘船所在的公司。公司的办公人员这才翻出一个死亡证明，说这黄小小的哥哥在出海的过程中坠船身亡。公司也没有联系到死者的亲属。最终，黄小小只拿到哥哥生命换来的15000元慰藉工资和2万元的抚恤金，就连个骨灰都没见着。黄小小本来只觉得这哥哥太不值了，也知道当初忽悠哥哥的中介太不正规。在悲痛中搜索这个中介的时候，他就发现更多人的爆料，说这黑中介联合背后的雇主，不仅欺诈务工人员，还殴打虐待，甚至闹出过人命。黄小小害怕自己的哥哥也是遭遇到这种事儿，就偷偷的调查，竟然真的就被他找到2个和他哥哥同期的船员。从他们的口中终于了解到事情的大概经过，自己的哥哥并不是意外坠海，而是活活的被人给害死的。因为替受欺负的船员说了几句公道话，黄小小的哥哥就被罗成立伙同这几个管理层打成重伤，又绑在船桅上暴晒示众了1整天。到了晚上，黄小小的哥哥已经奄奄一息，眼看着随时可能咽气儿。罗成立他们认为有人死在船上，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趁着大伙睡觉的时候，把他从舱室里拖出来扔了下去。为了以防万一，罗成立他们还一人给黄小小的哥哥捅了1刀，保证他不会有任何生还的机会。他们跟其他人说呀，昨天晚上黄小小哥哥不顾规定起来到甲板上尿尿，结果就被浪给卷到海里。这他们连撒谎都不想好好的撒呀。可是同舱室的几个人自然是知道这发生了什么，甚至他们还偷偷的出去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而这几个人里边就有严厨师。知道真相的黄小小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他饿瘦了自己，戴上眼镜，找人办了假的身份证，取了黄小小这么一个和原来的姓名八竿子联系不到一块儿的假名，也通过那个黑中介来到船上。一上船，老天就给了好机会，严厨师又被他那个想要拉人奖金的朋友带回到这个船上，闹了那么一出。黄小小趁这机会就成为严厨师的手下，他也搬过去跟严厨师一个舱室，这就有了更多的单独活动的机会。他要向杀害自己哥哥的人复仇，准备逐一击破。第一个目标就是最为孔武有力的二副，这家伙有走私的门路，黄小小就说带了点东西，想到港口补给的时候借他的手倒腾出去。就在风浪的夜里，借着无人好商量的借口，就把他骗到外面，趁着一个浪把他推下了海。但对于轮机长下手时却失手了，如果不是急中生智将一个塑料桶趁黑扔到海里边，黄小小就被抓住了。也幸亏当时黄小小心血来潮，化成他哥哥的模样，期待着这样就算哥哥手刃仇人了，这才让轮机长以为是见到鬼，没有怀疑到自己身上。这也让黄小小意识到，自己一个个去杀，越到后边对方的警觉就越高，风险太大了，成功的概率也是极低，必须得换一个思路。之前他就偷偷的接近老李，引导着老李制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氛围，想着造出一些对罗成立不满的舆论，这样有动机的人一多了，自己杀人之后就更容易摆脱嫌疑。现在他又找上钟平贵，
有意地传递一些信息出去，让不安的情绪进一步的扩散。他还在一边不停地煽风点火，挑动船员和船长罗成立的矛盾，希望制造混乱，趁机杀了剩下的几个人。如果能借刀杀人，那也不错呀。后来钟平贵控制了船只，却只是剁下船长罗成立的手指头，这让黄小小觉得呀，火候不够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让矛盾进一步的升级，他又杀了船长的那2个亲信，将钟平贵要携款私逃的猜测四处的传播，还借着送饭的机会，偷偷的在船长和老李之间拉线传话，让船长觉得还有人向着自己，下定决心找机会反抗。此时的黄小小已经失控了，他已经不在乎会不会殃及无辜，只在考虑能不能挑起更大的混乱，让仇人陷在风暴之中，从而让自己能够复仇成功。今儿这船上的局势早就不受控制了，恐惧、愤怒、欲望早就让很多人不再是人了。黄小小说，我也就是利用这点，最终杀了那些王八蛋。但是没想到罗成立最后还活着，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自己出手。或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因为你整船的人都沾了血，不是被人杀了，就是杀了人。我愤怒，却也已经没什么力气了。哼，这跟我可关系不大啊，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我就是利用他们的选择而已。但是黄小小还是为他的行动付出代价，他没能坚持到被渔船发现救起的那一刻，双手放开救生圈，沉入到海面之下。我被当地人救起，谎称失忆，在异国他乡打小工过活。等我再次听到关于那条船的消息，是2年之后。那是一则新闻，骇人听闻的集体杀人案终于宣判。29人出海的钓游船，最终只有4个人活着回来，而这4个人都因被判谋杀处以死刑。我记得在我和黄小小被抛下船时，即使不算被处决的钟平贵的3个伙计，这船上还有10个活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不难想象。看来这黄小小说的没错，黄小小不在，杀戮依旧会在。